从睡网吧到身价过亿了，大概只用了2年多时间，2年多时间，然后大概用了6年多时间，我弄了30多个亿吧。30多个亿啊？对。那么他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在牢里啊，是什么在牢里啊？对。那么大辉哥啊，来聊聊你的这个同行吧，也是一段非常大起大落的经历是吧？对，这哥们姓毛，他呢是11年左右来的上海。刚来上海的时候，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睡网吧的。哪里人啊？湖北人。他原来做老师的，然后自己不甘于平凡的生活吧，想来上海闯一闯。然后刚来上海的时候做过房产销售，然后后来去了一家第三方理财公司，然后做到 top sales。但他自己确实很努力，然后很快就做起来了。我跟他相识的经历是因为那时我在信托公司，那时是卖方市场，就基本上我们说了算，所以从我们手上能拿到额度，他们就能赚钱。当时他来信托公司找我，然后他做错了一个事，就是他不应该到楼上来找我，因为我给他的一些额度属于私下帮他的忙，但是他带着客户来公司楼上找我了，那导致很多同事都看到嘛，那等于把我给卖了。我就比较生气，然后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但他这个人呢，为什么能做起来，也是这一点好。他是那种只要你对他有用，你打他左脸，他会把右脸伸过来给你打的。所以在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时候，包括当着客户的面，他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他一直在想的都是怎么样帮你解决事情，怎么样给你把影响降到最低，让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所以也慢慢给了他很多额度。然后这个人为什么能做起来？第一个源于他这种性格，他是只要你对他有用，他会完全放下自尊和面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时我们在上海做信托渠道的时候，基本上海的那些银行都是我们的主要的渠道客户，但是已经被跑完了。但这哥们另辟蹊径，他跑去江浙一带的那种3线城市，甚至一些县城，去跑那些没人跑过的银行。而且这些银行第一个没怎么被这些信托的销售员所骚扰过，第二个呢，就是他去还有一个跟别人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正常的你去请银行的人帮你做渠道，无非就发个名片加个微信嘛，然后如果把产品发给别人，别人帮你卖了，你给别人结佣金。他不是，他是直接带着他当时仅有的几百万全部换成了现金，然后去那边请银行的行长或者理财经理吃饭。吃饭的桌上，他是按照你的职务或者你银行规模的大小、客户规模量的大小，一人给个3万5万，先给。如果以后帮我们卖了产品，我们再从佣金里面抵扣。那我们通俗点来讲，它到底是就是说具体是靠什么来盈利的？那个时候，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卖那信托产品也好，有限合伙也好，利润空间还很大的。因为当时最主要做地产信托嘛，地产信托当时很多项目能给到30个点以上的成本啊，信托报酬一般几个点，然后给客户10几个点。然后剩下的都是销售费用。那比如说你1年期的可能，比如说3个点或5个点的销售费用，那2年期就乘以2，就6个点或10个点的销售费用。他给银行的客户经理只给1个点，大头全部都他吃。这些人哪怕知道外面的提成比他高，还是找他，第一个他会做人，第二个他豪爽，他不只是给这些销售费用，就是逢年过节的送礼，包括每年他都会去请这些人再去吃喝玩乐啊之类的，反正就把关系处得挺好。那么像他的话，就是1年的话赚了多少钱呢？最厉害的时候？最厉害的时候1年应该赚了1-2个亿吧。做起来之后，他也从那家公司离职了。他是我见过应该算从0到过亿最快的吧，大概2年多不到3年的时间就已经过亿了。从睡网吧到身价过亿了。然后大概用了6年多时间，然后弄了30多个亿吧。30多个亿啊？对。那个时候他是多少岁啊？大概83年的。那么他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在牢里。什么在牢里啊？对。怎么跑到牢里去了呢？因为这哥们比较传奇的一点就是他当时做有限合伙其实挺赚钱的但是呢后来他接触了一个操盘手，给他做那个股指期货，然后在15年那一波他给了几千万给这操盘手，1个月时间别人帮他翻倍了所以他开始尝到了甜头，就开始一直在弄股市，把自己的钱包括募集来的钱全部投到股市里面，然后持续性的投，从那16年、17年，包括18年，市场行情都不好嘛。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投了那么多钱在股市里面，以为他正常的把钱借出去了，就募集来的钱借出去了，但实际上不是，他都投到股市里面了。包括自己吃喝嫖赌花了很多钱。他原来为了一个18线的一个小的女明星还专门花了1-2千万找了一个导演，给那小明星拍了部戏所以他是一个算情场浪子。他去类似于爱马仕去买奢侈品，他可以马上把服务员的微信加了，但马上搞定。他是不是形象也不错啊？形象不算好也不算坏
就跟你比的话怎么样呢？那肯定我强一点。肯定强一点啊。那么就是说他把募集来的钱，因为都去做股指期货去了，就等于全赔掉了，赔掉很多，反正窟窿堵不上，因为你堵不上了。你募集来的钱，你最终要还款的嘛。对啊。最终他可能好像有10个亿的窟窿没还上吧，说是当时在澳门准备出境，然后被抓回来了，判了14年半。出来也等于一无所有了。出了肯定啊，他原来资产不但没收了，还罚款，他都交不上。哦哟，他这一段经历应该是很多上海做金融人的经历。野心太大了，这个。对，因为那来钱太快了，你克服不了那个诱惑的。